你知道在号称最自由民主的美国，也有类似中国的戒网瘾学校，专门设立给叛逆青少年的再教育营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美国青少年矫正计划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如果你是父母，家里青春期的孩子每天跟你唱反调，还会翘课翘家，甚至出现未成年抽烟、喝酒等等的脱序行为，你会怎么办呢？在台湾家长可能会考虑把孩子送到管教严格的私立学校，而在美国呢，有不少家长会选择把小孩送去青少年矫正计划。今天要分享的纪录片《谁叫你不乖？青少年矫正计划内幕揭秘》，导演凯撒琳呢，曾经就是待过矫正计划的孩子。15岁时，他因为在寄宿学校偷喝了柠檬酒，被爸爸送到了一间叫做常春藤岭的矫正机构，没有想到却留下了一辈子的创伤。根据凯瑟琳说法呢，矫正计划根本就是虐待儿童的大本营。长大之后呢，他透过网络找到了当时同样在计划里面的同学，大家一起回到案发的现场，寻找机构向他们施虐的证据。这个常春藤岭到底在干嘛？真的有虐待吗？这家长又为什么要送小孩去呢？今天就让我们透过纪录片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一段工商服务时间。身为行销计划，你常常说不出广告图、销售页哪边怪吗？或者身为设计师，却老是要通灵才能够猜到客户要什么吗？快来试试 Ryan 老师开设的线上课程吧。Ryan Ho 老师呢，在电商圈拥有10年的实战经验，透过行销跟设计的双重视角，带你掌握行销人的说故事逻辑，以及设计师最拿手的视觉暗示原理，教你做出让消费者一看就懂、一眼心动的行销素材。课程还会利用4大优化逻辑，分析超过15种的业界案例，让你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以及应该要怎么干。现在这堂课程呢，在 Press Play 超早鸟募资，限时56折，输入优惠码 Shasha200还能够再省200元。赶快点击资讯栏的链接，查看更完整的介绍吧。凯撒琳回忆自己是在某天的半夜，被不知道哪来的黑衣壮汉把他从寄宿学校强行绑架到常春藤岭。抵达之后呢，他先被要求裸体搜身，然后机构职员就强迫他睡在走廊上，方便随时监视。而其他来到这里的孩子呢，也都有一模一样的经历。入学之后，常春藤岭呢会把学生分成1到6个等级，所有人都要从等级1开始。1到2级被视为是计划里面的最底层，要遵守超过300-400条的校规，包含了不准讲话、不准看窗外、不准眨眼睛、不准微笑、上厕所不能够关门，甚至如果没有经过允许，也不能够放屁等等。那位校规超级多，很多人根本就记不住。常春藤岭呢，就会要求大家抄校规，抄到你记起来为止。那从第3级开始呢，每个月学生就可以跟家长讲电话15分钟，但过程呢会被监听，绝对不能够说出自己想回家，或是任何抱怨机构的内容，不然就会受到处罚。再来4到6级呢，就来到了所谓的特权阶级，你不但可以看窗外，可以讲话，甚至还可以跟职员一起教育同学。所有的学生呢，都必须要达到6级才能够毕业。那如果你想要升等，就必须要遵守校规来累积积分。但反过来说，如果违反校规，就会被扣分，随时都可能被打回底层。那如果不愿意配合，就会被关禁闭暴力压制，这都是机构里面的家常便饭。除此之外呢，常春藤岭的学员也不像普通学生一样，会坐在教室里面听老师上课。机构会强迫他们参与一种破坏身心的研讨班，来达到矫正的目的。纪录片里面呢，凯撒琳跟同学们都表示，在常春藤岭的日子，他印象最深刻，也是最不堪回首，就是所谓的研讨班。根据他们的说法矫正计划里面的研讨班呢，就像是邪教在洗脑信徒一样，目的是要让学员彻底的崩溃，放弃自我意识，停思考，最后接受来自机构的救赎。研讨班内容包含了要学员们模仿婴儿在地上爬来爬去，或是要求学员用胶带缠住毛巾，做成软棒子，跪在地上敲打地板好几个小时，过程呢还要不停的发出怒吼，甚至是让学员念口号，像是掌心朝上、朝下、合掌、分开，并搭配手部动作，重复一整天，连续8个小时都不能够间断。总之呢，就是透过完全没有教育意义的重复劳动，让学员身心崩溃。另外，研讨班呢还会刻意的利用学员的个人隐私，控制他们的心灵，甚至是公开羞辱。比如说呢，凯撒琳的妈妈在她1岁多时因为罹患癌症过世，职员就利用这点不断的洗脑她，其实你很恨妈妈，因为她都没有陪伴你，逼迫凯撒琳呢把地板当成妈妈用力的捶打。
而另外一位同学戴安娜的爸爸呢，在他还是婴儿时就车祸过世，军人告诉他是你杀了爸爸，如果死的是你，世界会更好。当学生们承受不住压力，表现出沮丧、挫折的时候，机构还会反过来嘲讽说：“你现在就是在扮演受害者，就你最可怜。”等等，这也太恐怖了吧？难道家长们都不知道孩子正在受虐吗？纪录片里面，凯撒琳采访了自己的爸爸，爸爸向他道歉说，当初他真的不知道常春藤岭的矫正计划原来这么的黑暗。这是因为呢，常春藤岭有非常缜密的计划来欺骗家长的买单。首先，在这些孩子被送进来以前呢，他们就安排庄脚在社区教会活动场合接近那些家里有青少年的家长。那当这些家长表现出担心孩子叛逆、有偏差行为，想要寻求教育建议的时候，庄脚就会跳出来推荐常春藤岭很赞哦，你可以去试试看。等到家长打电话去询问，常春藤岭呢就开始制造恐慌，告诉家长，如果你不现在把孩子送来，孩子就会走通歪路，甚至因为吸毒涉入凶杀案而失去生命。然后呢，他们就会邀请家长到机构参观，安排座谈会，宣传矫正计划的优势。那家长真的把小孩送进机构里面之后呢，常春藤岭也没有松懈，会更变本加厉的造谣欺骗家长。他们会污名化学员，把孩子塑造成爱说谎的形象，还会伪造药检报告，抹黑孩子吸毒，一步一步的呢去说服家长相信小孩的问题真的很严重，必须要交给他们才可以。最后他们会诱导家长签下承诺书，保证不会课上了一半就带离小孩，让小孩们孤立无援。透过这一连串的行销跟洗脑，大多数的家长都真心相信矫正计划能够帮助孩子回归正途。但矫正计划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很多人都认为他们的最终目的就要从家长身上赚大钱。根据纪录片里面呢，凯撒琳找到的学费单资料，平均一个学生每月要缴$3500的学费，一年就要4万2，换算下来超过130万台币，在当时呢比读哈佛大学还要贵。学生时期，常春藤岭每个月的收入超过$150万，大约是台币4800万。而且机构还会用各种方法来省钱，像是故意选在失业率高的偏乡地区，用时薪$5的低薪去雇用毫无教育专业的职员。每位学员一天的伙食费呢，也只有$4。机构还会把学员当成免费的童工来使用，甚至把到厨房工作包装成等级3以后的学员特权。这做法呢，让常春藤岭可以用低营运的成本就赚取到超高的利润。更讽刺的是，虽然收了这么多的钱常春藤岭其实只有看起来像学校，实际上面呢，他们根本就没有合法的营业执照。也就是说呢，他们所发出来的文凭基本上就是废纸一张。可是当时呢，大多数的学生跟家长都以为在常春藤岭毕业就等于拥有高中学历，所以直到他们拿着假文凭去外面申请大学，才会发现这一切都是骗局。后来常春藤岭呢，因为涉嫌教育诈骗而丑闻缠身，在2009年就黯然的歇业。不过说到美国这种青少年矫正计划，常春藤岭其实也只是冰山一角而已。美国的青少年矫正计划呢，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的争议宗教西南农。这原本呢是一个给成年人的戒毒中心，创办人查尔斯发明了一种极端的疗法，透过长时间的针对性攻击，让人彻底的崩溃。他宣称这可以达到戒毒的目的。在西南农解散之后呢，里面的成员又创立了以西南农为原型的各种矫正计划，只是他们把目标从成人换成了所谓的问题青少年。随着1980年代呢，美国前第一夫人南希·雷根提倡反毒品运动，青少年矫正计划就这样子在美国普及了开来。之后的美国家长每当遇到孩子不乖叛逆，就会想到有这个门路。那虽然说呢，常春藤岭最后关门大吉但在美国的各州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类似的矫正机构依然在营运当中。那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要先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制作这种非常有可能会被黄标的主题，真的是非常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我们觉得这部纪录片很特别的地方是，导演本人就是常春藤岭的受害者之一，片中呢也有很多的受访者也都是当初参与过矫正计划的孩子。在经历过这样子的恐怖经验之后呢，他们还愿意站出来把真相公诸于世真的是一件非常勇敢的事情。不过碍于篇幅关系，有很多的细节我们来不及分享，像是常春藤岭呢，其实还有更上一层组织，他们的发迹故事也很推荐大家可以找这部纪录片来看看。那在看过纪录片之后呢，我们猜测这种虐待儿童的矫正计划之所以可以蓬勃发展，除了法律有漏洞，这些机构呢也精准的踩中了家长会担心孩子的痛点。为人父母总是会害怕孩子在成长的阶段呢不小心误入歧途，所以即使呢很贵很多的家长还是愿意花大钱送小孩去矫正机构。
那我们虽然可以理解父母的心情，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所谓的叛逆期有可能只是孩子们从各种的尝试跟犯错当中摸索自我的过程。那些不乖也可能是时代不同或是观点不一样才出现的冲突。那当然，我们也并不是要说家长都不需要管教孩子，只是呢，在这个摸索的过程当中，孩子需要的可能还是家庭的倾听跟陪伴，而不是孤零零的被丢进陌生环境，要他自己变乖。这种方式可能反而会让亲子的关系变得更加的疏远。就像导演凯撒琳呢，在片中也提到，他花了10几年找证据拍片，就是为了要让爸爸理解自己当年到底都经历了哪些事情。对他来说，虽然知道爸爸是被骗才会把他送进机构里面受苦，但真的要去和解，还是走了很久，才好不容易走到今天可以侃侃而谈的地步。那随着纪录片公开现在美国警方呢宣布要对常春藤岭重启调查。那我们也希望这些受骗的家长跟那些受虐的孩子们，未来也都有机会可以重新修补彼此的关系。好的，那今天最后也想来问大家，如果你的父母被欺骗，把你送去了矫正学校，你会愿意原谅他们吗？也会吧，毕竟父母呢也被蒙在鼓里，还是愿意努力的修复关系，并不会有吃苦的是我很难想象在经历这些之后还要原谅把我送进去的人。所以看情况，如果他们愿意相信我的说法，或许有和解的可能。低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美国青少年矫正计划。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中国戒网瘾学校以及虎妈教育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